主人公三马太郎凭借小说《地狱之门》5年前获得被称为悬疑文坛的明治小五郎奖，于是辞去工作，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但随后的几部作品却未能成功，使得独居东京的太郎逐渐充满了焦虑和压力，写作时毫无灵感，每天颓废的度日。这天突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有人想购买太郎在老家800万镇的房子，这是一座祖传的房子，父亲去世后由太郎继承。太郎随即回到老家，途中与出版社编辑中山通电话，告诉他自己的行程。中山从小就在东京，非常羡慕太郎的村里老家，然后话锋一转，询问太郎的写作进度。中山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但还是鼓励太郎不要过于担心，只要开始写，灵感自会来。挂断电话后，旁边的主编认为三马可能已经不行了，但中山不这么看，他仍然对太郎的新作充满期待。吉区是太郎童年的居住地，此刻他回到这里，却忘记了房子的确切位置，正好遇到一位开车的大叔。大叔得知他是野山圣夫的儿子后，热心的带路。大叔说这里周围全是樱花树，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樱公馆。这时大叔突然回忆起太郎小时候的情景，还称呼自己为波川大叔，但太郎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长时间无人居住，屋外杂草丛生，屋内脏乱不堪。太郎决定先打扫屋子并清理祖坟。在山路上，太郎遇到一个女人，她盯着远处似乎在看什么。来到山坡，太郎眺望远处的村庄，这时清风拂面，群山树海环绕，太郎被家乡的景色深深吸引，长久的压力似乎都得到了缓解。回到东京后，太郎告诉编辑中山，决定搬回老家居住。中山对太郎的决定感到惊讶，并流露出不舍。他询问太郎是否考虑放弃写作，见太郎犹豫，立刻鼓励他绝对不要放弃，写作在东京还是在乡下都可以，他会一直等待太郎的新作。在东京的生活里，太郎每天都要面对紧迫的稿件压力，被狭窄的空间和冷硬的混凝土环境包围，让太郎对生活感到越来越迷茫。但回到出生的土地后，他从内心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感觉，这里是他真正应该生活的地方。在黄昏时分，有6人来到山坡上望着日落，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似乎暗示这个村子并不那么平静。这一天，太郎正在整理农具准备除草，听到有人开门，还看到了一双鞋。突然来访的这位男士自称是藤本勘介，是太郎小时候一起玩奥特曼打怪兽的伙伴。知道太郎搬来后，他兴奋地过来看看，但太郎当时只有5、6岁，已经不记得了。勘介随后邀请太郎晚上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晚上，勘介带着太郎来到一个名叫三角的居酒屋，村里的人想喝酒一般都会来这里。在门前，他们遇到了之前在山上看到的那位女士，她与太郎对视一眼，然后擦肩而过。进店后，店老板贺来叔和好惠阿姨热情地欢迎太郎，他们开始先喝先吃。没多久，4位大叔加入，养鸡场老板宫原裕夫，村公所的森野洋辅，开布店的德田省吾，山原林业的社长山原贤作。众人坐定后热情的寒暄，其中有人知道太郎曾获得明治小五郎奖，大家都开始夸赞太郎。聚会的目的是想邀请太郎加入当地的消防团。由于华区位置偏远，最近的消防局大约30公里远，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队赶到已经太晚，因此村里自己组织了消防团，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会加入，在座的人也都是消防团的成员。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参与消防团的活动，但不善于社交的太郎婉拒了大家的邀请。翌日，村里正在市民警报，一辆车驶入村中，车门贴有 Luminous 太阳能公司的标志。同时，勘介带太郎去河边钓鱼。太郎感到很抱歉，因为昨晚没有答应加入消防团。勘介不以为意，说加入是自由选择，并告诉太郎不必担心大家会有不好的印象。在河边，勘介正在向太郎讲述河童的传说。突然他收到信息，波川叔家中发生了火灾，灌水车已经迅速前往。勘介和太郎中途加入，太郎看到了先前在寺中见到的浩喜，浩喜正注视着他们的方向。灌水车到达后，大家立即开始接水管，太郎帮忙，与勘介一起搬运抽水机。他们从附近的水井为灌水车提供水源。火势有蔓延的趋势，屋内的波川叔的妻子福美沈因腿脚不便，被困在屋内。消防团的2名成员迅速冲入屋内，并在屋子坍塌前将人救出。火灾救援随后结束，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火灾频发让消防团成员感到困惑，他们怀疑是有人在连续纵火。太郎正在网上查看关于急区的火灾新闻。波川叔来访，带来了小礼物，感谢消防团和太郎的救火帮助。福美沈预计2、3天后就能出院。由于家中被烧毁，波川叔一家计划搬到福美的老家居住。长大的波川叔对离开急区感到非常不舍。接着，波川叔提起最近看过的《地狱之门》，是福美买的，他也一起看了。他觉得内容虽然有点恐怖，但非常有趣，并回忆起太郎小时候，他的父亲圣夫曾把小太郎写的故事拿给他看。不过这些事太郎可能都不记得了。夫妻2人都是太郎的忠实粉丝，鼓励他继续创作有趣的故事，这让太郎涌起儿时的种种回忆。他小时候在游戏中总是扮演英雄打怪兽，喊着要保卫急区，由此写出了许多小故事。太郎突然意识到，他搬回老家住是为了回到自己的根和原点。
现在他们已经成型出现在面前，伴随着清晨的鸟鸣，太郎连夜写出了稿子。中山看了稿件后非常开心，好好夸奖了太郎一番。故事生动有趣，剧情衔接浮现完美，不同于太郎以往的风格，仿佛觉醒一般，鼓励太郎就靠这部连载起死回生了。这番评价让太郎如释重负。晚上太郎主动来到消防团的聚会，喝了很多酒，说着自己在东京的颓废生活，回到极区学会了很重要的事，目睹了消防团救火现场的身姿，自己也想一起守护极区，提出了想加入消防团。众人吃惊之余也热烈欢迎太郎的加入。穿上消防团制服的太郎还有些拘谨，众人开心的一起帮他拍摄各种照片，最后还来了张消防团大合照。开始消防团整理工作时，众人聊到去波川叔家救火路上偶遇到浩喜，年轻时是有名的混混，后来受到随明寺的江西和尚照顾，已经改过自新，但还是没人愿意接近。有传言波川叔和浩喜吵过架，波川叔家工厂经营不善，卖了一片自家地，随后装了太阳能板，对景观影响很大。浩喜为此很生气，到波川叔家大吵一架。勘介推测火会不会是浩喜放的。这天太郎来到浩喜家附近，发现浩喜种植一片黄瓜，边上还有柴火和油桶。突然浩喜出现在身后，太郎心虚地说道自己刚搬来，最近在研究家庭菜园种植，发现浩喜家的菜园很漂亮。浩喜反问太郎种什么蔬菜，说完太郎便匆匆离开。回到家中，太郎正琢磨启动割草机，这时浩喜走来，地上一筐自己种的黄瓜和茄子，并送来自己用的肥料让太郎试试，随即帮太郎一下启动割草机，并询问太郎波川叔家是人为纵火吗？太郎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答复。浩喜转身准备离去，太郎赶紧表示感谢。到此太郎感觉浩喜真的已经洗心革面，从一开始见面时就隐藏纹身以防吓到人，到后来送来自己种的蔬果，都在表达他的友好。那天警察召集消防团成员协助寻找失踪者。山原浩喜37岁，家人报案称他3天前离家后就失踪了，在山路上找到了浩喜的车，车里有一个包，里面放着钱包和手机。勘介询问贤作是否知道点什么，他们俩姓山原，是亲戚，但平时很少来往。众人沿着河径山进行搜救，来到了一只龙濑瀑布，那里传说有河童出没。这时在一处山壁上发现了浩喜的衣服，大家都感觉情况不妙，来到瀑布附近尝试寻找。这时寺里的江西和尚正在念经。Luminous 太阳能公司的真国被邀请进一户人家里喝茶，勘介觉得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消防团的人在一只龙瀑布发现了浩喜的尸体，正在准备年度消防团演习大赛，镇上的各个消防团都将参赛。太郎回想着火灾和浩喜的事情，不知不觉走神了。分团长玉夫急切地要求大家集中精神，演习大赛已经临近，负责演习指挥的贤作提醒玉夫不要过度追求，大家都已经训练了好几个小时，太郎才刚刚加入消防团。玉夫嘲笑贤作太过天真，贤作则指责玉夫上次大赛因为裤子破洞影响了表现，两人一言不合便开始争执。训练结束后，众人来到三角居酒屋，大家聊起玉夫和贤作总是吵架，其实两人是同一时间加入消防团的。玉夫被选为分团长后，贤作拒绝成为副团长，因为不愿意居玉夫之下，但玉夫对每年的演习比赛总是非常渴望胜利。太郎担心自己在比赛中会拖后腿，但其他人因工作忙碌没时间训练。太郎作为作家，时间比较灵活。此时村里的其他居民鼓励消防团员们要努力，力争能参加县级比赛，反正火灾不会再发生了，可以专心练习。大家都有些不解，村民解释说因为纵火犯浩喜已经去世。太郎很关注这件事，村里人都说是因为波川叔叔卖的给太阳能板项目，浩喜心怀不满才纵火，事后因害怕而自杀。太郎正在犹豫，杨府问太郎明天是否有空，有事想商量。回到家门前，有位村民在等太郎，轮到太郎家负责这周的灯火任务。灯火任务是在神社和地藏菩萨处点烛。太郎到了家门口，顺便查看信箱。第二天太郎如约去了三角居酒屋，在座的女性正是之前在山上遇到的太郎。那个男人名叫室内，和杨府一样在村公所工作，女性叫铃木彩，两人都看过《地狱之门》，给出了高评价。杨府介绍说小彩从事电影行业，她在东京拍摄纪录片，室内在村公所负责招商，她试图吸引更多游客来笋区，但因笋区偏远，最近因为瀑布发现尸体的新闻，游客更是寥寥无几。小彩正在策划以笋区为背景的电视剧，希望太郎能负责编写剧本，希望由曾获得明治小五郎奖的太郎撰写剧本，这样能引起广泛关注。太郎因连载和消防团工作想要婉拒，但被小彩说服。太郎随口提了个想法，剧情围绕笋区发生的案件，主人公在笋区各个旅游点解谜。众人听后都很振奋，小彩立刻记录下了这个想法。太郎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模式，有些懵逼的被迫接下了这项任务。杨府则兴奋地提议开酒庆祝。天色已渐渐暗淡下来，太郎在家里赶着稿子，忍受不了蚊子的骚扰，点蚊香时他想起了灯火任务。第二天进行了视频通话，中山一看就知道太郎睡眠不足。太郎解释说最近事情较多，
这是乡下特有的人情世故。中山表示他理解，但仍希望太郎能赶在本周末的截稿日期前完成，毕竟印刷厂那边也在催促。这时，一位村民突然来打断，告诉太郎轮到他下一次的寺庙值班，如果还没见过随明寺的和尚，可要去打个招呼。太郎感到无奈，来到了随明寺。太郎意外地发现，波川叔向寺庙捐了300万日元。江西主持来后解释了寺庙值班只需在寺内有活动时帮忙即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太郎随即询问了捐款的事情，主持解释这笔捐款是用来修理屋顶的，然后提出有其他事想拜托太郎。没想到主持也是太郎的粉丝，每部作品他都有看过。得知太郎加入消防团，对此表示感谢，认为这是对地区的贡献。太郎随后提到曾参与寻找浩喜的尸体，当时他也在现场。现在村里人传说浩喜是纵火犯，主持面带惋惜，但表示自己未听闻此事。晚上太郎和勘介一边喝酒，聊起波川叔向寺庙捐赠300万的事，对麦地安装太阳能板感到疑惑，疑问这是否特意为了捐款，更直言不认为浩喜会做纵火这种事。虽然村里只有1000多人，但传言的散播速度实在太快。第二天真锅上门来，看似激动地说自己也是太郎的粉丝，进屋后透露了来意，是想劝说太郎卖地，以便 Luminous 公司铺设太阳能板。太郎似乎随意地提起此事，波川叔家卖地的事，真锅似乎忘记了。当太郎提醒他是那起火灾的地方后，太郎便观察真锅的反应。真锅表示自己也很震惊，听说那对夫妻没事，他也感到安心。随后继续向太郎解释卖地安装太阳能板的事。太郎向消防团的伙伴们说明真锅上门劝他卖地的事。真锅很专业，能辨认山上的界限树，但提出的每平500块的价格也太荒谬。御夫让太郎不要同意，贤作让御夫不要多管，让太郎自己决定就好。两人因此开始争吵。太郎不解为何他们争执不休，勘介则不愿多谈。小彩向太郎介绍他准备邀请的演员，他每周在影视职校讲课2次，这位演员是他的同事推荐的。小彩认为太郎设想中的女侦探和笨蛋男助手很大。随后两人聊天，小彩和太郎一样，来到这个村子是为了离开城市，换个环境。他期待发现一个新世界，但他在这里没有亲戚，他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太郎谈及自己来到这个地区后遇到的自治会和集会，还有寺庙值班和消防团大赛等事。他说城市里邻里关系很淡薄，但村里的关系太近，有时也让人困扰。小彩则发表了一番看法，他认为这里像一个大家庭，自己是家庭的一员，怎会嫌家人麻烦？太郎随即问道，家人会恶意散布某人纵火的谣言吗？小彩知道有关浩喜的谣言，他说如果再有一次纵火，就能证明浩喜的清白。消防团的演习大赛终于开始，太郎在做热身时沉默不语，勘介显得很紧张，他担心搞砸了会被同事笑话，还可能让分团长受到责备。这时太郎注意到小彩也在演习大赛现场，他负责拍摄工作。太郎随即大声鼓励全家加油，4人回头都感到惊讶，太郎的眼神似乎都变了。轮到我们急需消防团上场，开始时一切井然有序，严格按照平时的训练流程，但太郎操作放水时水压过大，喷水枪突然失控，喷的场边的镇长和领导们全都湿透了。太郎立刻上前帮忙控制，御夫和贤作分团长急忙上前向镇长道歉，镇长讽刺了几句，御夫和贤作只好接受镇长的鼓励。晚上消防团的聚餐，太郎垂头丧气，自责不已，众人纷纷安慰他。贤作又提起御夫裤子破了个洞的事，两人一言不合，准备出去解决。太郎觉得好奇，杨福解释说两人读书时是好朋友，原来都喜欢同一个女生桃子，但约定彼此都不去表白。在一次休学旅行时，贤作作弊坐到了桃子旁边，御夫不甘示弱，向桃子表白了，结果两人大打出手，从此两人就如水火不容。沈无介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桃子。太郎非常吃惊，杨府评价道娶到桃子究竟是好是坏很难说。贤作听后非常羡慕，开始陷入了伤感的情绪，回忆起桃子曾经的文静。他们又聊到了连夜赶稿的事情。中山表扬太郎总是按时交稿，但指出稿件中有不少错别字，这不太符合太郎的一贯风格，也能看出太郎付出了很多努力。顺便提到整个编辑部和主编现在都对太郎赞誉有加，甚至提议过段时间要亲自来集区看看。交完稿的太郎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这时候旁边的村民正在讨论关于浩喜纵火的传言。老板贺来叔提到波川叔和浩喜之前还一起来这里喝过酒，浩喜还常给波川叔送菜，他们关系非常好，这让太郎感到困惑。他来到了浩喜家附近，这时的果蔬园已经荒废了，太郎不由得陷入了和浩喜之间的往事回忆。这时小彩突然出现，打断了太郎的思绪。他住在附近，偶然看到了太郎，太郎随即向小彩为消防大赛的事情道歉。小彩表示他并不介意，他还拍到了一些很好的画面，并对太郎表示了赞赏。然后小彩忽然对太郎说，那天自己讲的那些道理可能太过严厉了。当决定让太郎负责急需电视剧剧本时，虽然自己表面上同意，但心里其实很不服。在东京的时候自己也尝试过写剧本，但失败了，所以才来到这个乡下。
心里有点嫉妒太郎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这让太郎感到很不好意思。太郎坦言自己还在努力挣钱养家，虽然已经出版了4部作品，但从第2部开始评价就一直在下降。小彩却依然对太郎表示赞赏。太郎随后表示打算去四处走走，调查一下关于浩喜的流言是否属实。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涉及一个已故之人，毕竟太郎也喜欢这个疾区。这里太郎感觉到了浩喜的存在。其实浩喜是损区的人。此时真锅正在帮助一对村民老夫妇做事，看到太郎后，他主动过来打招呼。太郎直截了当地说，关于波川叔和浩喜之间的关系，自己已经确认过2人关系很好，所以想到可能有人故意散播谣言来陷害浩喜。经过自己询问多位村民后，所有人都证实2人关系不好。浩喜因纵火畏罪自杀的事是从真锅那里得知的。太郎转身准备离开，真锅反而赞扬太郎没有过分的好奇心，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太郎回家后用手机拍照识别物品，查询到之前信箱里的花代表着危险和警戒。小彩回到家发现真锅在他家楼下，吓得他赶紧进了家门。那个在第1集露面的怪异女人独自一人在山林中行走，嘴里哼唱着歌。此时播放了一段回忆，小女孩目睹了那个女人自杀的过程。这天太郎正在纠结要穿哪件衬衫，原来是因为要见小彩。2人正在讨论着编写极区专题电视剧的剧本。小彩看过太郎完成的剧本之后，觉得特别出色，感激太郎在忙于连载作品的同时还抽空帮忙写剧本。吃饭时小彩显得有些迷惑，只要是乡下的故事背景，似乎总离不开恐怖元素。提到之前上山的经历，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太郎表示非常理解，自己上山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时小彩接到了村公所室内的电话，室内有些尴尬地说，宣传极区电视剧的计划泡汤了，虽然科长同意了，但镇长反对了。如果是宣传整个800万镇还可以，但仅仅宣传极区的电视剧实在有些不妥。小彩突然想起之前的消防团演习大赛中，极区出现了失误，让镇长很尴尬，估计是因此被记恨了。这样一来也无法支付太郎的稿费。小彩让室内先不要泄露这件事，太郎那边由他来告知。回到了居酒屋，太郎正在考虑如何优化剧本内容。太郎感到很惊讶，最初计划是找一位年轻导演，顺便让对方看了自己的毕业作品，还自荐了一把。刚得到回复，对方已经同意。太郎想到小彩之前在东京参与过电视剧的拍摄，2人都非常高兴能继续深入合作。回到家中，太郎整理着相册，找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女人手里拿着的花和之前自己信箱里收到的花一样。太郎又想起了那花的含义。这天太郎到镇上的火车站，中山还真亲自来到了极区，穿着海边度假的服装。午餐时，中山提到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说极区瀑布发现了尸体，兴致勃勃地讨论这是意外还是谋杀。而太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没有说话，悄悄盖上饭盒。回到家里，中山赞赏了太郎的家，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也想搬到乡下来住。边说边随手拿起了太郎从仓库里找出的旧相册。太郎说自己的父亲喜欢摄影，所以家里有很多照片。中山就开始翻看，翻到最后看到了一个手拿花的女人的照片。中山以为这是太郎的妈妈。太郎解释说不知道照片中的人是谁，觉得她的气质不像是村里的人，如果和其他的照片是同一个时期拍的，那这张照片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太郎也很好奇，打算去村里问问。晚上他们2人去了三角居酒屋吃饭，正好消防团的5个人也在那里吃饭，于是2桌人就拼桌了。中山看到消防团，发现大家谈笑风生，随意聊天，觉得自己可能无法融入他们。这时小彩在家里准备电视剧剧本。居酒屋这边酒喝到第3轮，中山开始和消防团的人搭肩膀，一起唱起了消防团的歌，融入了大家。太郎拿出了那张照片，问大家是否认识这个女人，但是和贤作玉夫同岁的人都说不认识照片中的人。看见拿走了照片，说回家后要问问奶奶。贤作问中山打算在极区待多久，中山说计划明天和太郎去钓鱼，然后就回东京。看见遗憾地说自己明天要工作，不能一起去。贤作提醒中山，如果去西边钓鱼，一定要在天黑前回来。中山和太郎都感到疑惑。大家提到了关于幽灵的传说，说以前有个女人在那边的山上跳河自杀，据说她的鬼魂仍旧在那里徘徊。中山的脸色顿时变了。大家开玩笑说中山不会真的信这个吧。晚上太郎执行点灯任务，突然梦见照片中的女人向他走来，吓得蜡烛都掉到地上了。这个奇怪的梦让太郎整晚没睡好。中山觉得可能是赶稿的压力太大了。太郎若有所思地看着照片，2人一起进入山区，抵达西边。中山第一个钓到了鱼，开心地说这里环境和天气都那么好，幽灵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正是钓鱼的绝佳时机。他们边聊天边钓鱼。太郎突然看到有黑影一闪而过。日落时分，太郎和中山打算回家，但他们找不到林间的道路入口。太郎翻出勘介给的地图查看，太阳快要下山，回头已是危险，于是2人决定继续往前走。天色很快变得更暗。小彩在办公室等不到镇长，他询问了经过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镇长今天可能不会回来。此时天色已完全暗下来，2人没想到会在山里迷路。这时太郎发现前方有光亮，
中山立刻大声呼喊，但光亮很快就消失了。正在疑惑间，太郎突然看到另一边有人影，两人立刻跑了起来。太郎突然发现一条小路，他凭直觉叫住中山，两人转向小路。没想到很快他们走上了大路，又看到一个人影。听到勘介的声音，贤作和勘介在出口处等不到他们，所以担心之下前来寻找。中山和太郎讲述了刚才遇到的所谓女幽灵。勘介听后兴奋，想要去看看，被贤作制止，催促大家快点回家。这时在一棵树旁，真锅正在观察他们。有人猜测刚才中山看到的亮光可能是真锅发出的。第3天，中山恰好遇到来找太郎的小彩，他们互相介绍了一番。中山提到昨晚在山里迷路的经历，因此多留了一晚。他随后谈到了对极区电视剧的了解。小彩希望听听中山这位专业编辑的看法，没想到中山突然开始滔滔不绝。这时候出租车来了，太郎因为嫌弃中山的絮叨而催促他快点走。太郎向小彩讲述昨晚在山中迷路的经历，他感觉有人在盯着他们，但不知为何直觉告诉他不能就这样逃跑，于是他顺着那股感觉走了过去，没想到反而走出了山林。太郎虽然不信幽灵之类的，但是感觉冥冥之中有种指引。小彩觉得人生之中就有某种东西在引导自己，从京东来到极区和太郎相遇，起稿创作，感觉都是这片土地某种东西在指引着。两人的气氛突然就有些微妙。这边山本半路下车，发现路边有便宜的蔬菜，勘介带着奶奶路过，说已经知道照片中的女人是谁了，正准备去找太郎，说完就开车离去。中山被吊起了胃口，直接招呼出租车原路返回。勘介介绍奶奶记忆力很好，现在还能背出极区300户人家的电话。奶奶说女人很像山原伦子，但又不确定。勘介掏出自家的相册，有一张伦子的合照。中山发现两人是有点像。奶奶回忆起伦子犯过错，当过小三，随后在极区生下一个孩子，但之后被男人抛弃，精神就变得异常，最后留下女儿展子自杀了。中山意识到可能照片中的女人是长大后的展子，女儿像母亲，这也说得通。奶奶只记得展子离开了极区之后去哪就不知道了。这时太郎和勘介突然收到消息，贤作家中发生火灾。这边贤作不顾妻子阻拦，打算独自去灭火。太郎和勘介赶到时，御夫正背着贤作出来，此时贤作已经没了呼吸，三人万分焦急。太郎愣在原地都没反应过来，勘介让自己挪车。御夫一边为贤作做着心肺复苏，一边喊着贤作千万别死，流露出对贤作深厚的感情。万幸贤作清醒过来，此时洒水车赶到，众人立刻灭火。收工时勘介意到好喜不是纵火犯，不知道接下来哪里会再发生什么。太郎沉默寡言。这时中山也赶到了现场，见到灾后的场景深感震撼。贤作入院治疗，御夫在一旁削苹果，两人的关系显著缓和。贤作略带傲气地向御夫表示了感谢。经历这场火灾，警方开始将此案当作纵火案进行调查。我之前安装了家庭监控系统，小林良子拍到了纵火嫌疑人施佳慧。监控视频显示，一个穿着连帽外套的人影一闪而过，一群小女孩围绕小彩似在玩耍，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小彩从梦中醒来，起床后听到太郎的声音，发现他在开会，他便轻轻地走开去洗漱。太郎回想起最初在山上第一次遇见小彩，便对她一见钟情，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处于激动的状态。为何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如此迅速？消防队员们正在进行夜间巡逻，讨论起贤作家是第4起火灾，大家对纵火犯的身份和动机感到困惑。御夫提到在乡下一有陌生人出现就能迅速被察觉，众人开始怀疑犯人可能是本地人。今天是太郎父亲去世7周年，勘介陪同太郎一同前往绥明寺进行法事。进入寺庙，太郎提到之前谈及的波川叔捐赠的300万，这时太郎注意到富冈捐了200万，富冈家恰是第2起火灾的受害者。太郎突然有所悟，然后查到第1起火灾的受害者山田捐了150万。此时江西和尚进入，开始进行法事。太郎心神不宁，突然意识到火灾受害者之间的共同点。回家后，太郎与中山通电话闲聊，中山偶然提到1周前听说极区的宣传电视剧被取消了，觉得很遗憾。太郎却对此感到惊讶。晚上小彩向太郎道歉，原本希望镇长能看到完成的剧本，能改变他的决定，没有及时告诉你真相，是因为怕影响你的积极性。这时候几个消防队员来店里用餐，立刻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就坐在旁边默默观看。小彩接着说稿费他会自己解决，这让太郎更加生气。以前在东京也是说好发表连载，写了以后又说不能确定，又一次感觉到被欺骗，让太郎感到非常失落。面对太郎的质疑，小彩再次道歉，然后匆匆离开。消防队员们一起安慰太郎。勘介突然想到，可能是因为之前消防队的演习大赛让镇长很尴尬，所以才取消了极区的电视剧项目。说话时贤作突然出现，说伤势已经好多了，出院了，大家一起举杯庆祝。贤作在门外听说了极区电视剧的事，问杨府听说县里批准了旅游业资助，为什么资金没投到电视剧里？杨府支支吾吾地讲出了真相。镇长提议在镇上举办寻找野垂蛇冒险活动，上级批准了这个提议。
镇长还邀请了电视台，要求各区消防队伍一起参与。几人吐槽，果然没什么游客参加。这时镇长的车驶来，小彩负责拍照，跟随一同来。镇长带领电视台的人介绍活动，正在介绍活动，这时贤作注意到镇长的秘书是他的侄子阿胜。真锅也来到活动现场和镇长打招呼。看着真锅和镇长聊天，杨府提到镇里的老住宅地块将用来建设太阳能发电站，这应该也是镇议会同意的，毕竟太阳能发电有助于环保，这是一个有益于形象的活动。几人担心未来华区到处都是太阳能板。活动结束后，众人看到小彩正在极力向镇长请求，同意继续集区的电视剧宣传。由于瀑布发现的尸体和接连不断的火灾，集区的名声受到了影响，游客数量在减少。镇长遇见消防队员们，顿时非常生气，指责火灾责任全在消防队。御夫听了非常生气，消防队誓言要让镇长看看他们的能力。那一天，太郎再次访问绥明寺，向江西说明火灾受害者的共同特征，均为寺庙的大额捐赠者，确认了贤作捐赠了80万，决定进一步查验其他大额捐赠者。主持人赞扬太郎，称他不愧是悬疑小说家，以此逻辑推断，下一个火灾可能的目标将是其他大额捐赠者，并表示如有需要将全力协助。太郎向主持表示感谢后，去检查另一边的捐款牌，和尚的眼神似乎隐藏着故事。那天勘介邀请太郎一起喝酒，太郎得到分团长的同意，对所有遭遇火灾的家庭进行了调查。红色区域标示的是受灾家庭的土地，已经卖给了 Luminous 太阳能公司。调查显示，前3户人家在火灾前都收到过太阳能公司的上门洽谈，希望购买土地，但都遭到了拒绝。火灾后由于无保险，只能忍痛出售土地以为生。蓝色区域标示也是为寺庙捐了大额资金的家庭土地，有5户捐赠超过100万，这些家庭也都接待过太阳能公司的上门洽谈。如果这5户的土地都被卖掉，整个集区会被太阳能板覆盖。太郎回想起御夫曾提及，乡下地方出现陌生人一定会引起注意，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真锅。真锅天天出现在村里，已经无人关注，虽无法确定是真锅所为，但太郎直觉告诉他应当警惕真锅。寻找野垂蛇的冒险活动被电视报道，但只被播放了几秒钟，电视台草草带过，大家都认为这太荒谬。御夫突然询问贤作，问阿胜是否可靠。贤作回答说他曾帮阿胜还过赌债，山原灵业帮忙瞒着父母不会有问题。这天镇长回到办公室，发现消防团的4个人在里面，猜到他们来的目的是因为电视剧的事。贤作试图利用儿时的友谊，但镇长并不接受这一套。2张表格是野垂蛇冒险活动的开支表，所有旅游帮扶款都被镇长用来应酬了。原来是之前贤作找了他的侄子，打听到帮扶款被挪用的消息，利用镇长外出的机会，杨府在镇长的电脑中打印出了野垂蛇活动的开支表，还查到镇长常驾公务车去自己的私人别墅与情人约会，手里有了这些把柄，镇长只能顺从。晚上大家一起庆祝，为电视剧《集区侦探事件簿》的顺利拍摄预祝。太郎和小彩还有点不敢相信，好奇是怎么说服镇长的，被杨府随便一糊弄。御夫接着说，消防团会全力支持拍摄，勘介和贤作也想演个角色。庆祝活动后，太郎和小彩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彩注意到路边的光点，2人开心地观看起萤火虫。这时突然下起雨来，跑回太郎家避雨时已经全身湿透，换了衣服后2人继续聊天。小彩一边喝酒一边聊，听村里人说太郎在调查火灾的事，通过太郎得知纵火事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太郎询问小彩之前在东京拍的是什么电视剧，知道是循环后，太郎还记得那是个深夜剧。小彩曾是助理制片人，拍摄工作太辛苦，没多久就辞职了。2人都期待未来电视剧的合作。太郎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突然收到中山发来的有紧急事情的信息，提议现在或明天早上进行远程会议。这时那一夜2人都有所成长。第2天，太郎小心翼翼地起床做早餐，又收到中山发来的信息，询问是否方便进行远程会议。无奈之下，太郎只好先应付中山。中山告诉太郎昨天谈了工作，与东京 Arts Movie 的松原先生有过一番交流。中山提到他前一阵去了集区，松原先生知道立木彩这个名字，曾在东京的 Arts Movie 工作，当时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辞职。但据说小彩加入了一个新兴宗教团体，名为阿比盖尔骑士团。宗教团体的教主和干部对12名信徒进行了拷问并将其杀害，因此该宗教团体最终被解散，但仍有信徒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那次行动是正义的。之后中山展示了一张照片，并提到有关于小彩的传言，说他曾为该宗教团体制作宣传视频。太郎回想起之前的谈话，小彩曾提到他负责导演过一个宣传短片。这时小彩起床，发现太郎正在开会，他轻声地离开了。从昨晚到今早，太郎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想要独自起舞。中山提醒太郎最好不要与小彩走得太近。中山再次告诉太郎，小彩曾加入过宗教团体阿比盖尔骑士团，该团发生过教主及干部入狱的事件，在事件中杀害了12名信徒。尽管最终该团被解散，
但中山仍然提醒太郎要小心小彩。现在开始，小彩在面试中的出色表现，征服了 Arts Movie 的面试团队，但现实与理想有巨大的差异。虽然加入了 Arts Movie， 却被分配到了综艺部，他做的基本都是杂物。一天，上司将小彩介绍给社长前野，社长得知小彩也在写剧本，鼓励小彩继续努力，写出好剧本，说到时候可以拿给他看。受到社长和上司的鼓励，小彩满怀憧憬和希望，每天熬夜开始创作剧本。社长看完剧本后，给出了一些建议，随后夸赞小彩的剧本非常棒，经过修改后的剧本得到了电视台领导的认可，可能会在春季的节目中推荐拍摄。上司嘱咐小彩尽快开始第2集的内容，并承诺拍摄完成后将小彩调整到电视剧部门。时间回到现在，小彩抵达村公所，室内和杨府也都显得很开心，电视剧终于能够如愿以偿的开拍。两人不时称呼他为立木导演，这让小彩感到非常害羞。而太郎则心神不宁，他回想着中山的警告，以至于走神。在急消防团的全力支持下，电视剧拍摄工作迅速启动。这是众人首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大家都很兴奋，但太郎却沉默寡言。这时真锅再次来到村里，他得知正在拍摄宣传急需的电视剧，他拿出手机加入热闹。然而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小彩身上。勘介注意到真锅的到来，问太郎为什么不向大家透露关于火灾受害者的共同特征。太郎担心自己的假设会变成误导村民的谣言，况且连自己都注意到了，警察肯定也会发现到这个共同点。勘介却因为嘴快，已经告诉了他的妈妈和奶奶，这让太郎非常担心消息会四处传播。旁边的贤作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陷入了沉思。同时狱父安排消防团下午进行常规训练，太郎和勘介继续参与拍摄工作。太郎和小彩获得了单独相处的机会，在太郎婉拒小彩晚上的饭局邀请后，小彩直接询问现在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自那晚以后，他一直无法直视自己，太郎却避重就轻，没有直接回答。正当此时，勘介出现打断了他们。小彩决定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他转身去准备拍摄相关的事宜。中山再次来到集区，还带来了关于阿比盖尔骑士团的新闻视频。该事件中12名信徒被杀害后，教主遭到死刑判决，教团随之被解散。中山对小彩作为前教团信徒持无偏见态度，他是从公司内负责此案件的记者那里得知了许多关于教团的恐怖事件，因此对太郎表示担忧，所以他又来了。实际上是和杨福等人约好了打高尔夫。小彩查看了一天的拍摄素材，不由得回看了以前的作品，那是为阿比盖尔骑士团制作的宣传片，陷入深深的回忆。小彩最终完成了循环剧本，他感觉如释负重。第2天，上司突然改变了主意，台里的领导拒绝了使用不知名作家小彩的剧本，暗示只有用社长前野的名字才行。等到公司没人后，呆坐着，小彩按下了删除键。在拍摄现场，前野正在吹嘘自己每天只需睡2小时，他这样既能导演又能写剧本，引得几位演员纷纷吹捧。一旁的小彩已失去往日的光彩，电脑上播放的是他自己创作的剧情，最终的编剧署名却是刺眼的前野。前野在背后催促小彩，整理完大纲后尽快修改第5集的剧本。听着浴室里的水声，小彩崩溃了。中山通过杨府得知集区发生了连续纵火案件，太郎发现小彩对这些纵火案件很关注。中山大胆猜测，猜想已故的浩喜可能是阿比盖尔的信徒，然后信徒间发生了冲突。这些乱七八糟的推测让太郎更加烦躁。晚上太郎找到勘介，告诉他关于阿比盖尔的事情。这时消防团的人也来了吃饭，勘介随后告诉了大家，太郎有个朋友曾是阿比盖尔信徒，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今后应该怎么相处。众人各抒己见，对宗教团体持不同看法。最终贤作建议太郎，这种事情必须和当事人面谈。太郎约小彩来到家中，重新谈起两人之间的问题，直截了当地问出了阿比盖尔的事情。小彩说起那时火热的电视剧《循环》，剧本原是他所写，但无奈之下被迫以前野的名义署名。之后公司便让小彩充当幕后写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彩逐渐感觉到崩溃，也开始害怕去公司。后来他的高中好友得知这些事，便推荐他认识一位律师朋友，他因此接触到了阿比盖尔，并见到了干部山森。在与山森及其他信徒的接触中，小彩从最初的抵触和警惕，慢慢感受到了同伴之间的联系。离开时，山森送给他一本教义书。之后，山森和小彩找到了前野，提出了支付2个月工资和奖金的要求，不索要剧本的著作权。接着透露了自己是宗教团队的律师。前野的律师因害怕宗教团队，同意了小彩的要求。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山森提议请小彩帮忙制作一个教团的宣传片。宣传片在教团内部播放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和赞誉，让小彩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被需要和得到认同的感觉。后来山森把小彩推荐给了教主，小彩因此加入了阿比盖尔，并被任命为宣传负责人。不管外界如何看待阿比盖尔，但那时的小彩确实感到了救赎，遇到的教团成员都非常友好，也都非常乐于助人。后来发生的信徒被杀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甚至引发了反对教团的游行。自此教团被迫解散，小彩也离开了教团。后来他找到了一份专科学校讲师的工作，为避免再次遭遇狂热的教团信徒，他选择搬到了极区居住。极区热情友好的村民让小彩再次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后他遇到了消防团的众人，遇到了太郎。现在他终于实现了成为导演的梦想。小彩非常清楚人们是怎样看待他的，对待阿比盖尔的前信徒，并承诺不再和太郎联系。说完话后，小彩起身准备离开。太郎对小彩坦白表示感谢，但此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转变一下气氛，两人拥抱在一起。这时小彩看到了墙上的照片，是展子的。中山通过太郎发的邮件知道太郎和小彩正式在一起了，特地来表示祝贺，并为之前主观的看待阿比盖尔，让太郎对小彩保持警惕而道歉。连载剧的大结局也广受好评，这次是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收获。那天他们一起外出，太郎计划送小彩后去购物，这时不知是谁在树后偷偷观察他们。太郎开车经过村西家时，看到了 Luminous 公司真锅的车，回想起村西家也是捐了大笔资金。这时突然出现的人让太郎吓了一跳。就在此时，真锅从村西家走出来，贤作一把拉走了太郎。真锅回头时注意到了太郎停的车，随即警觉地四处张望。等真锅开车离开后，贤作说真锅最近常来村西家，太郎这边正好也有信息要分享。两人决定立即召集消防团开会。太郎拿出之前的调查地图，地图上红色标记的是曾被纵火的家庭，现在这些地都属于 Luminous 公司，绿色标记的是正在谈判的5户家庭。太郎提到，之前有传言说浩喜是因为纵火而自杀，这个谣言是真锅传出的。贤作之所以怀疑真锅，是因为大约1年前 Luminous 开始在极区活动，但3年前贤作就在极区见过真锅。当时真锅自称是来拍摄自然风光的游客，但他却在拍摄房屋和农田。之后偶尔也在山中见到过真锅。2年后，真锅以光伏板业务员的身份出现在极区。那次太郎去钓鱼迷路，正好贤作在跟踪真锅进山，真锅也发现了自己被跟踪。贤作推测家里的作坊起火，可能是真锅发出的警告。现在问题在于这5家人之中，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太郎提出，如果能弄清楚这5家中哪些还未卖出土地，就能缩小调查范围。接着5人各自去询问，贤作特地提醒勘介询问时，不要透露真锅可能是嫌疑人的情况。太郎则去找中山田，帮忙调查 Luminous 公司的背景。第2天勘介到樱井家了解情况时，得知土地已卖出后，便无意中说漏了口。等勘介意识到已经太晚，这边太郎来到随明寺寻找主持。主持见到太郎后，夸赞太郎连载的大结局非常出色。太郎则注意到捐赠木牌被拿走了一部分。主持解释说，那些人都离开了，不再做香客，因为搬家或香客的父母去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随后太郎询问主持关于波川书家火灾时，浩喜是否在附近，有没有提及过一些可疑人物。太郎怀疑浩喜可能看见了纵火者，因此被纵火者杀害，但主持记得浩喜没有提及这件事，然后告诉太郎如果需要其他帮助，随时说一声。从寺里出来时碰到真锅迎面来，真锅问太郎为何四处打听他，并提到了纵火犯。太郎回答这是消防团的正式调查。真锅似是威胁地说，过多干涉不会有好结果后便离开了。这时中山田调查出 Luminous 是3年前创立的公司，法人知道之前是大企业的员工，后来创办了这家公司。虽然公司主营光伏板销售，但有传言称公司对销售业绩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曾出现过强迫销售。真锅是1年前加入的公司，太郎感到疑惑，不明白真锅为何3年前就出现在这一地区，即便是因为业绩压力，难道真的会为了让人卖地而纵火吗？中山田觉得如果这是推理小说里的动机，肯定会被否定，但有时候现实比小说还要离奇。太郎看着地图，怀疑买地不仅仅是为了装光伏板，连四周环山日照条件差的地方也买了。此时太郎发现院子里起火了，之前种的蔬菜都被烧了，于是他赶紧用旁边的水管扑火。正在用水灭火的时候，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太郎听声望去，发现了一个鬼影。那个鬼影发现太郎后立刻逃走了，太郎迅速追了上去，但很快那个身影就消失了。这时太郎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跟着声音过去时，汽车已经开走了。第2天太郎报了警，等着警察上门来问话，发现小彩显得有点生气。小彩觉得怀疑谁就去调查，还到处向居民打听，这种方式太鲁莽，万一因此让太郎被人盯上就危险了。如果真要坚持这么做，希望至少能跟自己说一声。消防团的人在聊太郎家被烧的事，勘介提醒太郎最近要小心点。太郎说自己要去东京住1晚，还是有点担心。连载的小说要出版了，所以要去开签售会。随后太郎问了下之前询问的5家的情况，结果有3家已经卖了，剩下的可能成为目标的只有村西和加藤2家。贤作提到之前发生的火灾都是家里没人的时候，而村西家明天正好要去温泉旅行，夫妇俩要在外住1晚。这个情况也通知了真锅，玉夫马上决定明天去看看村西家的情况。6人分成3组，
两人一组，在村西家门前守着。玉夫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能和消防团的伙伴们一起拼尽全力保护大家，还有太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就算是为了后辈也要守住这里。这番激情的话，因为对讲机没关，被其他几个人听到了，都感到非常温馨。这时 Luminous 的车出现了，真锅下车拿出灭火器，几人约定等真锅动手就一起冲上去。玉夫和贤作立刻冲了上去，他们边向屋内喊叫让真锅出来。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现场，双方都很疑惑，警察和消防团为什么会在这里，甚至连所长也亲自前来。原来是真锅报的警，他注意到一整天都有车停在附近，这话让勘介感到非常恼火，他立刻指责真锅私闯民宅。真锅解释说，他是来帮忙照看村西家的兔子，顺便帮村西先生完成点灯任务，然后好像早有预感，拿出手机正和村西先生通话，村西本人也在电话中说明情况。消防团的人都很困惑，太郎注意到真锅露出得意的笑容，随后所长批评玉夫，这不是消防团应处理的事务，还说真锅确实进入过起火现场，警方也曾对他进行过询问，但每次发生火灾，真锅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外跑业务。真锅趁机为消防团的人说话，但所长依然要求消防团向真锅道歉，众人别无选择，只能照做。真锅随后友好地对太郎说，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一起讨论太郎的书。中山田听说纵火犯可能在消防团，抛下工作赶回来，小彩也赶到了。太郎将所有线索汇总给在场的人。真锅之前说很期待布谷鸟在都市校的出版，但在柠檬小说网站上标题是布谷鸟在都市提名，出版时改变书名是常有的事，布谷鸟会提名是大家都知道的，真锅不可能不知道改题事宜。太郎只曾在消防团的5人面前提过一次，他推测消防团里有内鬼，还有真锅当时的表情，他似乎早就知道了消防团的计划，肯定是5人中有人泄露了消息。还有纵火的手法，所有火灾都被认为是因为漏电引起的。太郎推测这是纵火伪装成漏电的情况，纵火犯很懂火的事，比如是消防团的成员。太郎随后请主持人帮忙，委婉地询问5人的家人，他们自家起火那天是否出门了，用这种方式来验证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主持人去失主家里拜访也不显得突兀。小彩和中山田对纵火犯的动机感到疑惑，太郎觉得即便真锅有不在场证明，他与纵火案也有关联，可能是消防团的人听真锅的指令去纵火，但为何要听真锅的还不清楚。小彩和中山田又谈到贤作的家也是受害者，那场大火差点要了他的命。太郎分析贤作家之前的火灾不像是自导自演，而最近2次火灾勘介也都与自己在一起，按这样推理嫌疑人只剩下3人。中山田回忆起还约了沈吾和森野去打高尔夫，可能其中一个就是纵火犯，这让大家都疑神疑鬼，都没法安心打球了。他说完这话，手中的水瓶掉了，太郎立刻回想起那晚听到的异常声音，像是瓶子掉落的声音，他急忙回到家，推测可能是犯人丢下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捡就逃跑了。这时中山田发现了随意丢弃的垃圾，拾起一看是挥发油，太郎意识到这瓶挥发油就是纵火犯使用的工具。今天是极区电视剧拍摄的杀青日，大家聚在居酒屋举行庆功宴，主持人也受邀参加庆功。主持人发表完对极区未来充满希望的讲话后，大家开始用餐。晚上小彩和太郎一边看着天空聊天，小彩偶然问太郎，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太郎说他也希望能一直这样，但现在消防团里有人正在威胁这份和平。在东京，太郎正式开始了新书的签售活动，几位消防团的成员特地从极区赶来支持太郎。杨府还注意到现场有宣传极区电视剧的海报，中山田提到剧本是太郎写的，所以他们会积极宣传。此时在后面排队等签名的正是阿比盖尔骑士团的干部山森。山森表示他看过太郎的所有作品，也知道太郎住在极区，自己的朋友也住在那里，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在极区跟太郎见面。消防团的人一起在东京游玩观光，对于住在偏远山村的他们来说，东京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小彩忙于电视剧的工作，大家表示在观光巴士上他们比较东京和笋区，作为在都市和乡村都生活过的太郎，大家都很好奇太郎的感受。太郎吐槽笋区的虫子太大，因此曾后悔搬到极区，但此时再回东京并没有感觉像回家一样。要说东京，太郎觉得土地价格高得离谱，每平方米要605万，勘介也被吓了一跳。相比之下，极区的土地几乎是免费的。沈吾觉得东京适合旅游，但不适合定居。玉夫表示年轻人不这么看，自己和贤作的儿子都去了名古屋和大阪，贤作和杨府都感叹极区居民越来越少，连游客都不来，再这样下去连行政区划都可能消失，如果能恢复以前的繁荣就好了。勘介对极区的宣传电视剧很有信心，相信情况会好转。这边的乡的村民牌子已经放了一盒。主持人看着越来越多的空位陷入沉思。晚餐时几人来到了一家西餐厅，对大城市的食物赞不绝口。太郎说极区的美味食物也是他觉得搬到极区的好理由之一。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加入了消防团。玉夫夸奖太郎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除了老婆以外，消防团是我最重要的家人。然后他又指出，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们消防团里没有秘密。太郎突然严肃地说，很庆幸自己搬到了极区，还加入了消防团，遇到了你们，这次又一起回到了我的家乡东京，我也很开心。勘介还没意识到气氛已经变了，担心如果现在发生火灾怎么办。太郎说现在不会有火灾，准确来说不会有人纵火，因为纵火犯现在不在极区。之前家里起火时，我得到了2个线索，一是那晚小货车启动的声音，应该是引擎有问题，发出了类似咳嗽的声音，我之前似乎听过，所以确认了。每个人的小货车，只有沈无的车发出了相同的声音。我找到的挥发油，是去除衣物污渍的必需品，而之前玉夫曾请沈无帮忙去污，沈无说他用了挥发油。另外，我推测，如果犯人随时准备纵火，一定会在车上存放某些必需品。那晚庆祝电视剧杀青，主持人先在外面帮忙，确认了沈无车上有好几瓶挥发油，同时主持人也已调查，那晚我家起火，只有沈无不在家，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我希望在报警前，听沈无亲口说明纵火的原因，以及浩喜的死是否有关。沈无表情很平静，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回想起之前的纵火事件，浩喜确实见到了沈无纵火，但浩喜的死是真锅耍的花招，趁机把浩喜扔进了瀑布。大家都认为沈无不会为了杀人而纵火，毕竟之前纵火时都会确保家里没有人，但沈无对于纵火的理由却迟迟未说。良久之后，沈无开始讲述，之前说东京不适合居住，其实不是真的。年轻时我非常向往东京，在东京努力了半年，但最终没有成功。此后因为父亲健康原因，我找到了借口回到极区接手家里的布店，但却无人倾诉。想到一辈子可能就这样过去，我很害怕。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快乐，和消防团的大家在一起我很开心，但总感觉人生还应该有更多值得我去追求的东西。沈无所说的这些和纵火无关，然后他请求大家再等一会，回到隼区后我会把一切都说清楚。说完他就起身离开了。这时旅馆门口的一对男女也站了起来，女子直接走向一辆车，向真锅报告了些什么，沈无则走向了大桥，拿出手机。太郎将沈无的事情告诉了中山田，中山田也不明白沈无为何纵火，中山田同样不解沈无为何纵火。这时太郎给小彩打了电话，小彩看到太郎的来电却迟迟不接，同时家里的门铃响了，太郎无奈只好发消息约小彩晚上通话。这时勘介打来电话让太郎愣住了，昨晚在大桥找到了沈无的尸体，警察找人询问了相关情况，是否自杀需要等尸检结果才能确定。在太平间面对沈无的尸体，大家都表现出深深的悲痛。出了警局，玉夫对贤作表示不满，向警察透露了沈无涉嫌纵火，认为这是背叛同伴的行为。贤作大声反驳，沈无的去世大家都很难过。玉夫已经无法保持冷静，走到了大桥边，中山田带着鲜花已经到了现场。大家都相信沈无与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是真诚的，然后大家一起默哀悼念沈无。几人到了镇上的车站，发现人比平时多。今天虽是工作日，但并无特别活动。开车回到极区，发现平时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聚集了很多人。勘介走上前问富田奶奶这些人都是谁，奶奶只说是来帮忙的热心人，他们还友好的打招呼。来到了大家常去的居酒屋，门口停满了车。进店后发现没有空座，玉夫正要和老板提起沈无的事，却被其他客人打断。这种奇怪的气氛让太郎注意到每个人身上都系着紫色丝巾，想起之前中山田提供的信息，是阿比盖尔骑士团的标志，他们手上都绑着紫色丝巾。走出店外，杨府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发现沈无的 Tube 更新了，是他死前在大桥上录制的视频。视频中沈无说这里是深山里的地洞，不停地大喊国王有一对驴耳朵，还说极区很快会恢复活力，一直瞒着大家确实很辛苦，但别无选择，这比消防团的工作还要重要。众人都不理解，被称作印子的女子仍然只是直勾勾的沈无继续说，虽然需要些时间，但这是必要的代价，还称赞太郎真的很厉害，自己被吓了好几次。当看到太郎手中轮子的照片，确信大家来到极区都是有缘。山森在看极区电视剧的宣传片，鼓掌称赞。沈无最后说以后只会有好事，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大家看完后更加困惑，极区开始迎来大量的访客，太郎急忙赶往小彩的家，但家里没有人。这时山森突然出现，亮出律师的身份，自称是小彩的朋友。紧接着小彩和真锅也出现了。这时小彩对太郎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甚至不愿多看太郎一眼。太郎回想起与小彩的往事，意识到阿比盖尔还存在。山森解释说阿比盖尔已不存在，现在是圣母阿比盖尔教团。极区现在人来人往，印子在人群里注意到了太郎。太郎不懂为什么从东京回来后，极区变成了这个样子。其实最开始山森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宣布阿比盖尔解散，却并没有真的放弃。当时死去的12名信徒，死因是因为他们想要退出教派而遭到教主的反对，导致发生了谋杀事件。
其中就包括小彩的高中好友明日香。明日香是小彩加入教派的介绍人。在小彩和其他信徒都感到心痛的时候，山森提议一起重建新的阿比盖尔。3年前来到极区的真果，实际上是阿比盖尔的狂热信徒，他早就开始来极区踩点，还调查了土地所有者的信息。教团的终极目标是把整个极区变成他们的新领地。为了避人耳目，他们还特意找了和教团没有直接联系的人，成立了一家太阳能公司，借助安装光伏板的名义购买极区的大片土地，还通过在线沙龙的方式扩展教团的规模。沈吾也是其中一员。山森宣称要建立新的圣地，重建乌托邦的演讲，鼓舞了当时的剩余信徒，也让小彩重新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山森安排小彩先在极区生活2年，影视导演的工作也安排好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做。随着大批信徒的到来，镇上的民宿和旅馆也连续好几天客满。杨府觉得这些人来的不仅仅是为了旅游，家附近的房子突然住进了10几个人，勘界家附近也是如此，他们明显看起来不像一家人。贤作意识到教团打算占领极区，毕竟他们已经拥有了大量土地，他们的行为也无法被干涉。相比只有约1000人的村民，信徒人数已经达到300-400人，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与稳定的村民人数相比，信徒的数量最终会超过村民，到时候村民将面临留下或离开的选择。太郎感觉他们获得的可能不仅仅是土地。来到了随明寺，太郎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乡，他推测这些人可能都加入了阿比盖尔，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只要有人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就很容易吸引他们加入。对小彩态度的改变，玉夫和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损区的宣传电视剧也是阿比盖尔的一种策略，但太郎不理解阿比盖尔为何要选中极区。中山田得知极区的情况后马上赶来，看到如此多人涌动的场面，难以相信这些都是阿比盖尔的信徒。公司的记者曾经追踪报道过当年的案件，因此中山田对阿比盖尔了解颇多。这次他还带来了阿比盖尔的教义书。此时印子突然出现在太郎家，中山田一时吓得以为是山中的幽灵。太郎看到印子手里的照片后镇定下来，意识到印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可他才说了几个字，就被突然赶来的人带走了，使得两人都感到困惑。此时玉夫和勘介一起来到镇上报警，所长说法人代表已经变更，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新的团体，而且他们没有明显的犯罪行为，所以警察也无法采取行动。玉夫和勘介则指出，此前的纵火杀人事件以及他们暗中经营的公司，表面上是购地安装光伏板，实际上是在侵占损区和鹿野地区，这些都是阿比盖尔在背后操纵的。所长说沈吴的视频并不能作为证据，无法证明和纵火案有关，而沈吴的案件已经由警视厅处理，现在的情况下无法驱逐极区内的信徒。说完他便开门让人离开。同时杨府和贤作正在劝说镇长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镇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杨府希望镇长能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吸引媒体的注意，从而施加舆论压力，促使阿比盖尔离开。但镇长不愿意涉及宗教问题，贤作感到无奈，只能拿出镇长过去的出轨照片进行威胁。这一招让镇长不得不服从。这时印子在两人的搀扶下返回家中，当看到山森出现时，似乎有话难以启齿。信徒向山森报告，提到印子去了太郎家。小彩来到太郎的家，想弄清楚印子去太郎家做了什么。太郎反问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包括之前去东京逼问沈吴的事，只对小彩一个人说过。太郎不理解小彩为何信奉那种宗教，小彩说是因为教团救了他，今后他将只为教团而活。太郎不懂那晚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小彩坦诚他在太郎家看到了阿比盖尔圣母的照片，那是之前的轮子照片。小彩认为照片的出现表明太郎也是被引导来这里的人，并邀请太郎加入阿比盖尔。知道小彩是为此接近自己，太郎只能苦笑。两人不愉快地分开。小彩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路上，回想起自己曾告诉山森，极区接连发生3起火灾，火灾后的土地均被真国买下，还有浩喜去世的事。电话那头的山森安慰小彩说这些都是意外，让他不必在意，要坚定信仰。太郎推测轮子可能是在极区出生的，所以极区是圣母诞生的地方，这也是教团选择这里的原因。通过教典，太郎了解到圣母阿比盖尔在损区与自然合为一体，领悟了圆环构造的教义。如果有人破坏圆环的和谐，将以杜鹃花作为警告，若不悔改将遭受严厉处罚。最初在信箱放花的正是小彩。小彩第一次为教团制作宣传视频后，在山森的介绍下见到了教主，并获得了特许，得以亲眼见到圣母阿比盖尔的真面目。小彩还被视为可能是圣母灵魂的继承者，道场中的那张照片正是轮子。此时小彩也得到了信徒们的尊敬，信徒们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山森让小彩先搬到损区，目的是让她成为新一代的圣母。太郎回想起小彩的话，不禁怀疑自己真的是被引导的吗？其目的又是什么呢？便请中山田一起帮忙，开始寻找展子的行踪。玉夫和勘介发现了原本波川书家的地方已经开始施工安装光伏板。勘介通过建筑公司的熟人确认，这些工人都是阿比盖尔的人，还打算购买更多土地来建设公寓。镇长正在认真阅读发布会的稿件，
准备公开揭露阿比盖尔的行为。这时，小三打来了电话，山森带着信徒进入居酒屋，想尝试那里称赞有加的酱炒鸡肉，但被老板直接拒绝。通过消防团，得知了阿比盖尔的目的，因为沈无之死，勘介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大声追问山森是否指使沈无纵火，但山森却淡淡的回答，没有那种纵火犯的同伙。闲坐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山森的计划，意图让沈无成为替罪羊，在事情败露前让他消失。山森反而说，增加的游客使更多人搬来，使得集区变得更加热闹，还能带来不小的经济收益。顺势邀请消防团加入，遭到众人坚决的拒绝，大家都表示不会加入阿比盖尔。山森突然提起镇长，在镇长召开的发布会上，报告说集区近1周来迎来了大量游客，前景非常看好，计划接下来举办野炊蛇活动。消防团的人们对此感到奇怪。山森得意洋洋地离开，接着准备拜访当地颇有威望的绥明寺。闲坐立刻质问镇长，为什么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行事？旁边的侄子阿胜暴露了镇长的小三，他也是阿比盖尔的信徒，镇长给小三的钱也捐给了阿比盖尔，并以此事对镇长进行要挟。闲坐意识到阿比盖尔已经掌握了上层，镇长也因此感到慌张，担心失去职位，还可能被老婆赶出家门。此时太郎和中山田历经波折，终于打探到展子的下落，被一个名叫江西中南的人收养，但展子被领养后遭受了虐待。幸运的是哥哥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江西佑空，是司永家的孩子。佑空现在是绥明寺的生接子。与此同时，阿比盖尔的主力部队正向绥明寺进发，勘介提醒住持要小心，可能是对异教徒的袭击。此时住持的眼中看到人群中小彩仿佛圣母般的身影，消防团成员一脸茫然，还不清楚状况。此时太郎急匆匆走来，距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没想到住持竟是隐藏的大佬。山森策划入侵集区已经3年，此刻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被称为印子的安可能就是展子。太郎告诉住持已经查清了展子的身世，但相信住持未加入阿比盖尔。连续的纵火和浩喜的死亡事件是在山森来到集区后，住持才发现这一切都与阿比盖尔有关。那天正是太郎他们去东京的日子。通过与山森的对话，住持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住持仍然决定接受阿比盖尔，是因为与山森达成了某种交易。太郎担心这样会导致离开的人更多。老板贺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几天前听信徒们提到要召开集会，将举行某种仪式，圣母将降临光姬山。太郎根据教典的描述，推测阿比盖尔计划在日全食那天让新圣母诞生，人选可能就是小彩。这件事肯定得由主角团来阻止了。印子看着展子的照片，口中停唱着当初与展子起玩过家家时，唱点歌。太郎选择直接面对山森，两人开始激烈辩论。针对山森想在集区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太郎把自己的作家生涯都赌上了，认为山森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他扭曲的支配欲。他那一套关于拯救人类、改变世界的美言，不过是他自我陶醉的妄想。山森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欺骗利用，只要他自己觉得是真的，就算是拯救，就认为是救赎了。消防团4人计划在仪式上利用消防车喷水阻断仪式。局长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也知道了宗教团体的集会事宜，猜测真锅也会出现在那里。原来局长早就知道雀庄糊涂，他其实早就调查到真锅有嫌疑，但沈无死得太突然，没有证据也就无法逮捕人。太郎发现印子又来到自己家，他一直在念叨展子的名字，猜测印子有话要说。太郎随后整晚都在写下真相。日全食当天，很多阿比盖尔信徒聚集，太郎找了个借口，以制作关于圣母阿比盖尔的电视剧为由，把小彩骗来向他揭示了圣母的真相。展子的母亲轮子自杀之后，展子就被领养离开了集区，但遭受了虐待。佑空偷偷找机会给展子送饭。随着时间流逝，展子开始与佑空亲近，但不到1年就被送到了远方的亲戚家。在新家，展子仍遭受折磨，他还曾偷偷跑回江西家。当时的佑空不敢反抗父亲，这成了他一生的悔恨。展子最终沦为站街女，开始进行偷窃行为。小彩看完后气急败坏，根本不相信这些事实。太郎说这都是展子的哥哥江西佑空和印子亲口所述，希望小彩继续看下去。展子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后来因病多次住院，在医院结识了后来创立阿比盖尔的成员。因为当时外国人的发音错误，慢慢的阿展就被念成了阿比，阿比就成了阿比盖尔的昵称。利用展子病重将死无法对证的情况，干部们开始渐渐神化了展子，宣称展子具有预言的能力。展子生前最大的愿望是返回他的故乡集区，然而最后他的遗骨却被教团带走了。展子逝世后，他的信仰形象被教团持续利用至今。当时山森提出的交易是用展子的遗骨交换主持的帮助，对展子充满愧疚的主持无法拒绝，只能选择接受这个交易。但小彩依然不相信这些事实。太郎反问他是否相信印子这个朋友。实际上印子和展子从小一起长大，两人重逢时都已经长大成人。展子很喜欢石南花，即使在恶劣的高山环境中，石南花依旧能够茁壮成长。展子曾提起自己在阿比盖尔的经历，那时印子正处于人生的迷茫阶段，
后来印子也加入了阿比盖尔，但加入时的阿比盖尔已经不再是展子存活时的那个样子，教典中描写的内容也并非事实。后来印子冒险潜入地下室，希望从干部那里得知真相，却意外目睹干部拷问动摇信仰的信徒，且这个命令是山森背地里下的。印子不幸被发现，随后也遭受了严刑折磨。从此他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圣母阿比盖尔，印子只是希望太郎能救出小彩。原来小彩曾向印子吐露过自己的心声，太郎已经变得和教团一样重要于他，小彩因此感到非常纠结。最终在太郎通过耐心劝解和理性分析后，小彩还是坚持着最后一丝信仰。此时山下的信徒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山上的干部一直等不到小彩。太郎开车前往消防团，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小彩，消防团只得随时准备出动。小彩在山上遇到了展子的灵魂，展子表示他未能实现一直留在极区的愿望，但他相信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会好好守护这个极区。这时小彩开始内心挣扎，山森那迷人的理想与太郎揭示的残酷现实开始在他心中交织拉扯。日全食已经开始了，村民们开始纷纷观看这一难得一见的天象。此时800万镇的广播中响起了小彩的声音，小彩在广播中描述共建理想乌托邦的美好，这让太郎心灰意冷。但小彩突然改变了话题，提到损区接连发生的火灾都是阿比盖尔的信徒沈无人为地纵火，教唆沈无纵火的，以及连续杀害浩喜和沈无的都是真锅。同时爆料阿比盖尔的实际领导人是山森。听到这些爆炸性新闻的信徒们开始纷纷议论。小彩继续说自己并非什么圣母，乌托邦不过是幻想。听闻此言，众信徒立刻四散。太郎回到家，发现小彩正在等他，他想和太郎一起观看已制作完成的极区宣传电视剧。此时日全食已进入声光阶段，狂乱的真锅念叨着教义突然出现，向两人开枪。消防团和警察闻声赶来，贤作上前持枪与真锅对峙。眼见这一幕，失去了阿比盖尔之称的真锅只求一死，狱夫伸手阻止，仍因沈无之死心怀怨恨的贤作。最终真锅被警察带走。另一边，山森仍然淡定地吃着酱炒鸡肉，即便被警察带走，他依然宣称圣母不会因此消失，只要世上还有迷茫，阿比盖尔就永不会灭亡。受伤的太郎恍惚中看到展子露出欣慰的笑容，太郎回想起小时候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守护损区的愿望。今天镇长在发布会上说，虽然去年发生了很多事，但仍希望大家继续来观光。面对媒体对出轨报道的追问，他却避而不谈。江西主持人将展子的骨灰撒在极区的山间，让他得以永远安息在这里。太郎的新书持续畅销，中山田对此非常得意。这时他注意到一位粉丝手拿太郎的新书，这位穿着鲜艳的女士走向另一桌，前来的是山森的左右干部，他们正在帮助那些迷茫的人，并宣布今天领导人也会亲自到来。太郎和勘介如往常一样准备参加消防团的训练，最终小彩被送进了拘留所。这样损消防团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